本以为家里有个爱在西元前已经是极限了，没想到一进游戏，对面还有个圣诞星。事已至此，那我也只好在日落之城的晴天掏出最伟大的作品，给对面看看我七里香的实力了。虽然第一把的我啥事没干，甚至还差点被于越送走，但不慌，高手玩游戏时就像抽烟，刚开始火点不上很正常，我只要把火一点上。忘了，我不会抽烟。其实还是有点小尴尬的，不只是因为被左轮单杀了，更是因为这把还是1换5赢的。跟队友对比下，我的操作好像就显得有点气力臭了，已经从职业高手进化为职业乞丐了。捡起地板上队友施舍给我的左轮，在全甲和半甲中，我决定选择半甲。左轮打头一枪就死，起半甲主要还是因为自信，我的左轮肯定打不死人，所以既然都要白给，不如买个便宜的甲。事实证明，我的左轮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，开了3枪，不出意料全空了。不过有一点还是我没想到的，就是我随手丢出的臭宝竟然实力拔群，上去就给瑞娜臭死了。瑞娜死后，看得出来对面很愤怒，我都这样明枪警告了，他们还是如此咄咄逼人。既然他们执意要这样逼我，那我就只能死给他们看了。来到齐乐的1v3残局往往对选手大脑的要求比较高，对面人数越少，大脑就越需要思考，而很明显，打到1v1时，齐乐大脑已经严重过热了。他的螃蟹放得非常有哲学，以至于让你很难看懂，到底螃蟹是人的警报器，还是人是螃蟹的警报器。齐乐的残局让我闻到了一股比我的臭宝还臭的臭味，所以我决定掏出莲花吮吸口花香，但还没等我吸爽，谁有那个花开富贵的 M4？火男这声花开富贵就给我整不会了。本来千灵华战这名字还能让我联想到高中青春洋溢的丹马尾女同学，她这一句花开富贵，我女同学原地变成50岁大妈了。突然就感觉手里这把枪不是很香了，最关键的是明明很想反驳，但好像还找不到反驳的理由，因为打出终结特效一看，这好像还真是花开富贵。我就说这皮肤怎么老有一种诡异的亲切感，原来这皮肤的寓意不只有爱情，甚至还有亲情。每次打完人，一股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味道就直冲我的天灵盖。对皮肤的理解逐渐被火男同化后，我的操作也慢慢陷入了火男的节奏。听到他又要我的花开富贵，我去家里找他，他去中路，我去中路找他，他回家里，而我再回家里，他又掉头去中路。他这一顿拉扯给我大脑整冒烟了。而当我大脑恢复工作时，我发现大事不妙，因为我感觉到了，我好像连接上他的大脑了。2个人共用一个大脑，这种特别的组合往往都需要有个特别的名字。想了想，既然我俩都用的花开富贵，不如就叫贵物兄弟吧。不过共用一个大脑，虽然思想上统一了，但枪法上还是有差异的。我的枪法还算健康，雷兹被我打到就差1枪，他的枪法就有点夸张，疑似枪管里长了痔疮，一使用就有点紧张，看得我像吃了砒霜。火男的爱是不是在西元前我不知道，反正看完他的步枪，我已经想把他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。相比火男，杰峰就显得帅气了很多，他的狙快到雷兹甚至连话都说不完。不过可惜他的狙虽然快，但人还是慢了点。当他意识到对面可能转臂时，对面连体婴儿组合已经先走一步了。放跑人后，杰峰非常冷静，现在可能不冷静了。又来到了我们贵物兄弟的首为教学时间。虽然2个人都没说话，但当2个人都同时掏出技能时，我明白一切都在不言中了。有这么可怕的同步率，我对我们的前顶其实还是很自信的。不过很快我就发现，我们在同步方面的配合天衣无缝，但除了同步配合的就像大粪。我们俩再次打出2换0的炸裂战过后， A 道散发的臭味也逐渐影响了全场。首先是齐乐，他在中路聚精会神地架了10秒，一个回头就感觉屁股有股极强的冲击感。输出完齐乐后，雷兹也变得奇怪了起来。他第一个炸弹把自己炸进掩体，第2个炸弹又反手把自己炸了出来。说实话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艺术的炸弹条，能看出大伙的操作都有点变异了。2打3，杰峰致命空枪后，我回来了。木蝶回来了，木蝶又走了，转眼只剩个杰峰。
我偶尔会质疑节风的准度，但在开火的速度上，我从来不会质疑。本来还是我和火男共用一个大脑的，这下感觉是5个人共用火男一个大脑了。火男上把刚顶完尾的，这把又带着2个队友顶中路去了，跟火男前顶。我用皮蛋的屁股想都能猜到结局。果然，他们师徒3人前脚火速出门，后脚就可以买1送2，火速出兵了。神志不清的味道弥漫在了我们队内。我默默掏出了花开富贵，此刻只有枪上的花味才能抚慰我内心的憔悴。这是幻象的第2个魅力时刻，而齐乐也是祭火男第2个帮我补这枪的选手。不，来一枪就是一枪，身体就是。火男虽然死了，但还在发挥，而他一发挥，我就明白齐乐要挥发了。他是奶妈，大哥！对呀，兄弟。其实已经有点抑郁了，被对面连拿4分后，大家此刻的状况就像这只野生青蛙，脸被打绿的同时，隐隐约约还有点红温。人在压抑的时候，总是得找点事情转移注意的。观察完野生爆能器后，我发现木蝶疑似在进行热身运动，他不停地扭动着自己的臀部，来回的输出墙壁，输出了一会儿，甚至还蹲坐了几下。虽然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，但看他如此兴奋的样子，感觉他运动完后应该会很厉害。事实证明，有的运动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强，只会让自己变得更虚弱。不过事实又证明，运动不一定会变强，但不运动的人肯定不强。将皮蛋从梦中叫醒后，我让他去100米冲刺，而原地走路的我则光速去世。我一直以为走路就是最好的锻炼，可是当我走到拐角，看到这抹健壮的小腿时，我明白有的肌肉是走一辈子路也练不成的。雷兹做完一组蛙跳后，地板上的喷子是伏笔。当3个人浩浩荡荡回来打 A 时，这是大家跟头套男的第2次对视。木蝶试图进行礼貌问候，但看得出来，这幽影多少有点不礼貌了。就在大家情绪都有点崩溃时，没想到在中路死角蹲了半分钟的火男出手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成分。每个操作都让人绷不住。没事的，你打开闪光弹，我们都看不见了。看完火男精彩的表演，大伙突然就释然了。此刻的我们突然就没有了6比8该有的紧张，有的只有像6比12一样的放松。定位要快，要准。听到木蝶的6字真言，我心中默念着要快要准，稍微暗示下自己，果然就来效果了，连手雷我都能锁2枪。不过木师傅的6字真言虽然有用，但我发现他跟自己的真言配合的好像不是很好。他嘴上说着定位要快，自己却把把都在起风刺泼水。他甚至在有钱的情况下也要起全甲风刺。从他的肢体语言中，我能看出他对于风刺的热爱，这种热爱已经到了一种境界，即便捡上了我的花开富贵，他也要把枪丢掉继续起风刺。几枪不点，别老是起风刺啊！火男笑木蝶不懂经济，我操，你是不懂我的跑打啊！木蝶则笑他不懂跑打。虽然不知道队里都是些什么能人异士，但我知道在这种欢声笑语的氛围下，我们拿分突然就变得简单了起来。紧张往往会让人发挥失常，而放松才会让发挥趋于正常。不过笑着笑着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们心态之所以能这么放松，好像就是因为火男的熏陶。虽然不可否认，火男的操作偶尔有些拟人，但也正是因为有他在，队内氛围才会如此活跃。我想，他也许未尝不知道自己的滑稽，只是每次看到我们陷入沉默，他才会牺牲自己，用哗众取宠的方式让队伍再次活跃。越想，我的心就越痛。他一个人到底偷偷扛下了多少压力？他每次活跃完队伍氛围，总是会伴随着我们的取笑，甚至就连跟他同是贵物兄弟的我，也会时不时跟队友一起取笑他。隐形守护者总是孤独的，直到游戏结束的前夕，我才发现他原来才是拯救队伍的英雄。1打1，在火男常规的指点下，真猜假猜，游戏在最后一次花开富贵，最后一次欢声笑语中结束了。不愧是我们，都来不及了，我怕他真猜。从来没有这么无语过，
在倒数第一的时候被队友认出来了也就算了，最无语的是，他甚至还是用一句话把我炸出来的。你声音好像宁风哦。我方还剩一人。什么宁风啊？宁风是谁啊？你真不是宁风吗？我真觉得你好像啊，越听越像。不是，所以宁风是什么啊？小南娘。你他妈！你见过凌晨3点钟的国服排位吗？老实讲，其实这个点我都不是很想打排位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点的能人意识是最多的，在这个点打排位只是单纯被吊打罢了。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了，可能是因为太晚了还不睡，导致神经比较亢奋，所以在这种亢奋 buff 的加持下，此刻的我好像就是能人意识，用一波陌生的枪法轻松3杀带领队伍拿下手枪局的胜利后，很明显家里的瑞娜已经嗅到我身上大哥的气味了，所以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也是格外的尊重。纸箱能把手枪给我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说实话，当听到谢谢这2个字时，我已经忍不住轻哼起来了，因为在国服这种经常互换亲妈的高段位中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有礼貌的人了。不过我的意思是，虽然家里的瑞娜很礼貌，但家里的思凯好像就有点不是很礼貌了。这把打 A， 我前脚刚一进入小黑屋，后脚就发现了好像有一只傻狗攻击了我的队友，而且很快我就有发现了，不止傻狗，尼玛还有只傻鸟。好鸟，好赞！能把鸟和狗玩到这种程度的，这思凯不是丁真也胜似顶真了。只能说幸好，虽然思凯老是用他的幽默道具干扰我们，但还有我在，只要有我在，这把就还有更幽默的。看到思凯又放狗了，我全神贯注地跟在狗的后面监视他会不会犯罪，结果就是狗没犯罪，我犯罪了。没有，包点空的，包点空的。我没看到。一波视力上的失误，差点就要给自己亲妈葬送。明明刚刚火热的还是手感，现在火热的突然就是连杆了。可能是因为被队友凶了后比较紧张，所以我感觉我的操作又逐渐变得拟人了起来。这波看到家里的瑞娜被对面用左轮抠死，我本来想的是来尸体边上防止对面捡枪的，结果我架了5秒，没人捡枪，而我只是稍微的往左边贴墙走了几步，枪就不见了。内心里还在想着要把那人打掉将功补过，很快就当场将过不过，又给对面送了一把一枪没开的新货。理性分析，1-2个人打的抽象还可能是人的问题，但当一群人打的都很抽象时，那就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某些外部因素让我们有问题了。我只能说凌晨3点果然还是不适合打排位的，这种时间点的人感觉每个人打的好像都带点朦胧状态，尤其是家里的杰峰。新回合对面5个人里明明4个人都没钱，而杰峰只是一开口保安有钱搞保安，我就已经看出他的大脑出现瑕疵了。我寻思对面的保安是全队第1，而且还是唯一一个有长枪的，他的这波保安有钱搞保安是个什么说法？合着别人是柿子专挑软的捏，他这好像是专挑硬的捏。虽然此刻的我没有说话，但在我的心里其实已经觉得这杰峰是个小天才了，而事实证明他好像还真是天才。他的这波硬柿子战术非常完美，我打掉了想冲但又冲不出来的杰峰后，钢索也打掉了想从中出但又出不来的瑞娜，我们直接就轻松的拿下了这把的胜利。刚刚还在笑杰峰不懂保安的经济，现在才发现原来是我们不懂保安的实力。对面的保安乍一看是击杀最高的，好像很厉害，但其实就是个纯纯的纸老虎。他的半线放的我都不知道能办到谁，他每次都是像藏宝贝一样把半线藏在了神秘的地方，然后每次都是连半线都没有触发就被我们打死了。连续打了3把 B 点，连续拿下了3分后8比2。此刻我们整个队伍都充满着一片悠闲的气息。想要什么？我喜欢这种盘子，青花瓷的。我家全是这种。那说明你很有钱呢。没有啊，这种盘子不也是10几块、20块吗？啊不，我说的清朝的那种老的青花瓷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南梁北朝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多重烟幕，你他妈就有点幽默是吧？哎，我一句话让我当场就有点不是很想说话了。虽然我已经在评论区里尝试脱敏过很多次了，但每次听到这个逼梗，全身还是都会情不自禁的开始燥热起来。玩射击游戏，枪法一般都是和心态高度绑定的，
本来刚刚的心情很好，枪法也很准的，听完那句不礼貌的话之后，枪法瞬间就变得不是很冷静了。我出问题后，看得出来队友好像也有点出问题了。家里的瑞娜打掉了2个后，明明点了吸血，可是疑似是因为血型跟对手的不匹配，所以不能吸。他吸了整整2秒，硬是一滴血都没吸上来。本来心情就差，看到我们因为这疑似是 bug 的机制输掉了手枪局，心情突然就更差了。看着我现在是全队最拟人的战绩，本来我都已经想安安静静的当个透明人，熬过这把有点痛苦的游戏了，但没想到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只找苦命人。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我爆杀全场的局里，从来没有人认出来过我，而我一打的拟人的局，你声音好像宁风哦，竟然当场就被认出来了。什么逆风啊？在最该隐姓埋名的时候，遇到了最不该遇到的人。此刻我的心情就宛如我初中的时候跟初恋一起放学回家，结果走一半碰到了我妈一样，已经想细节，佩戴上伪装的面纱了。越看战绩越绷不住，我思凯刚做是3排的，没想到我们3个人在不知不觉间，赫然已经包揽了整个队伍的倒1、倒2、倒3了。此刻跟家里的杰峰和瑞娜相比，我感觉我真的就是个纯的人机。这把瑞娜双杀，杰峰3杀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勾八。家里的瑞娜明明都已经从 A 点干到了他们家，而我则还在像个傻叉一样搜着 A 点的犄角旮旯，走路像呆瓜，意识像傻叉。剪视频的时候越看越气，真想给当时的我拉进厕所吃粑粑。从8比2被翻到了9比8，别的人碰到了其他主播车队，都是想着可以被带飞了，心里笑哈哈。而这把的队友碰到了我们3，不是我自卖自夸，我感觉队友的脾气但凡火爆一点，我们3都要当场没骂。看到杰峰这把起了把大局，连一点输出的环境都没有就输了，此刻我的内心已经愧疚到了极致，被连追了6分。仔细想想，其实我现在不管承不承认，等这把游戏打完后，瑞娜看一眼游戏名称都可以知道我是宁风。为了维护我在粉丝眼里一直以来实力强劲的名声，我觉得接下来的我真的一定不能再打得如此像个小畜生，不跟你们嘻嘻哈哈了。接下来开始爆杀，来到小黑屋，打掉了拿短管支架的杰峰后，我直接无视血型强行吸血，以家里瑞娜为掩体，打掉了黑头木蝶，随后在一波泥头车摧毁小猫咪，放死了白头木蝶，瞬间在 A 包点里拿下了4杀。转眼来到2打2，我手里有大，跟在杰峰的屁股后面，看到他打掉了保安，我也是直接尼玛连大招都没用就被送走了。他妈换枪呢，我不是，好不容易发挥了一把，杀了4个都没赢，有点过分了。我说实话，家里这思凯101010，知道的是来打游戏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写程序的。算了，老是抱怨也没用，靠人不如靠自己，与其指望思凯发挥，倒不如指望我把思凯的那份也一起杀了。3打2，跟钢索的墙进行完了一波酣畅淋漓的搏斗后， B 大的，一枪死。听到思凯说最后个人在 B 大1枪死，我直接就丝滑的来到了包点，对着烟雾就是一波猛烈穿透，完成。elbow， 不是，谁乱爆点？不是 C 大吗？坏了，你报的10秒前的点是吧？你是真不想赢啊？红温了，不开玩笑，真有点红温了。大伙被对面连追了6分，士气都没有崩溃。上把一输，队伍的士气当场就崩溃了。从8比2一路被翻到了11比12。本以为对面的倒数第1东北杀人王已经够高手了，没想到真正的高手原来在我们这儿。对面赛点了，看到开局家里的2个大哥直接就给我们3个留下了个3打3的残局。我们3个吗？其实我都感觉已经结束了，但幸好对面的打法足够幽默的同时，家里的思凯也终于是站了出来，他直接就打掉了对面瑞娜，为我们队伍又续了一命。能打到加时赛，没有人是不想赢的，可能是看到队伍的气氛太沉闷了，所以换边后，张国荣也是冷不丁的给我们讲了个笑话，活跃气氛。小心狙哦，小心狙，小心对面的东北杀人王。应该说，他的这个笑话还是很好笑的。好笑啊！东北杀人王，就是这好像不是笑话。这个东北杀人王啊！打完上把差点一口气没背过去，只能说幸好
对面进攻方的打法依然牛逼。虽然我不知道对面是如何做到能把包调传送门里的，但反正他们就是做到了。来到13比13，当听到瑞娜再次对我进行了一波拷问时，你真不是宁风吗？我真觉得你好像啊，越听越像。说实话，其实我还是想再伪装一下的，但没办法。不是，我刚才就一直想问，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啊？小南娘。你他妈的！他这一句伤害极高的话出来的瞬间，我是真没忍住，短短一句话，直接精准的给我打出暴击伤害了。啊，你真是吧？哎，是我，是本人。我就是为什么越听越像了？再点。当你看到我是店里的时候，其实就该知道是我了。我靠，那我是不是现在正在被播着呢？没有，我不开播的。没开播，我很少开播的。我还特地去看了一眼。被认出来后，说实话，打的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，但幸好关键时刻对面的东北杀人王又出手了，打掉了不知道在搞什么飞机的东北杀人王后。最后瑞娜3杀，我双杀，我们也是成功稳住了这把的游戏。现在的我表面上说话云淡风轻，宁风给个好友位啊，宁风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其实背地里已经，哎呀，好菜呀！2个大哥他们杀60个，我们差点输了。哦，他们杀70个。其实背地里已经因为差点输了，正在不停发神经。一句小南娘，直接没忍住。没办法，他那句话伤害太高了。不得不说，每次打瓦的国服，很多老戏骨们的演技真的都让我折服。像这把残局里的铁壁，我们都不知道对面最后个人在哪藏匿。杰峰小心翼翼，决定从尾转到细，而铁壁则显得毫无压力，他直接就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：“他有没有种可能，他就去水弹了呢？”精准说出了对面瑞娜的实时所在地。他没这么聪明。你看，我都说了。作为队友，铁壁总是跟我们有说有笑，而作为对手，对面已经看到铁壁就会被当场吓尿。新回合发现我们家铁壁把都能精准判断出对面位置，对面钱包终于是对铁壁的实力发出了质疑。钱包的话语一出，我能感受到刚刚还很松弛的铁壁突然就有点急躁了。而当看到对面陆续有人附和他想挂时，铁壁沉默了许久，随后果断掏出了自己的家人进行辩护。开挂4000加，铁壁把这么狠的毒誓一发，不用说对面不反驳了，甚至就连我也消除了对铁壁的怀疑。不过就在我们都在为错怪铁壁而感到愧疚时，说实话，以前看到很多人说开挂的人没有浮木，我本以为这些都只是气话，现在看来是不是气话不知道，反正肯定是实话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其实像玩到刚刚那种能红的局都已经算幸运的了，毕竟在国服超凡局能红说明确实有挂，而不红那往往只能说明这把的挂可能更加可怕。这把刚开局我就已经感觉到对面瑞内的不简单了，他直接就在手枪局里用鬼魅连爆了4个头，以一己之力把我们4个壮汉打得满地乱睡。面对如此暴力的瑞娜，只能说幸好爱到处乱睡的男孩运气一般都不会太差。瑞娜刚刚用鬼魅将我们集体哄睡后，我能感受到幸运女神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。虽然从名字上看，感觉幸运女神好像不一定是掌管幸运的，但没事，有 buff 的加持总比没 buff 好。在幸运效果的加持下，我直接按住左键带走了瑞娜，随后以旁边杰峰为掩体，轻松拿到了地上的数位，刚好5滴血锁住，当场反杀了对面的钱包，带队伍完成了1口局的翻盘。新回合，细节继续锻炼自己睡觉能力后，我能感受到，自从第1把大战完4个壮汉，瑞娜的状态好像就开始了断崖式下跌。他之前还是枪头，现在已经退化到开着大招，贴脸泼水，甚至都能一枪不中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对面瑞娜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但我知道自从瑞娜退化后，对面好像突然就没有能跟我们抗衡的人了。对面5个人里，只有瑞娜的操作能看出是个人，其他人玩的只能说是有点拟人。特别是对面的钱包，他的脖子就像是找电焊师傅帮忙焊死了一样。面对1v1的残局，他的头是不转的，点是不搜的，人是呆滞的，觉是秒睡的。如果说这把游戏按这个节奏发展下去，其实想赢还是非常简单的。但可惜这把游戏从开局就一直充满着一股诡异的气息，在我们连拿数分后，
钱包就像是突然顿悟了一般，突然就展示出了陌生的实力。我们打 B， 他直接干净利落将我击毙，随后又把从中路窜过来的霓虹打到当场断气。理性分析，如果只有钱包变异，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压力，但主要对面瑞娜也开始了发力，他拿着把大狙打出了一个师的火力，跟钱包2个人直接就给我们5个人打得双眼紧闭。上把5个人打 B 被2个人全歼，霓虹已经被气到浑身发抖了。愤怒一般都是主角变强的征兆，看到霓虹开局像泥头车一样朝对面撞去，其实我本来也是对他充满期待的，但没想到再多的期待也比不上瑞娜实力的变态。毫无疑问，瑞娜的实力已经有点强的过分了，他不仅在手枪局能用鬼魅枪枪头，甚至即便玩大狙，他的爆头率都高得吓人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天赋与努力还是科技与狗运，我只知道面对一个玩狙的爆头率比我狂徒还高的对手，其实我真的已经想偷偷开始发起投降了。不过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在坚持打下去呢？这倒不是因为我头铁，主要还是因为经过这几把的观察，我终于成功确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虽说对面的瑞娜和钱包确实都是人物，但除了他俩，其他人果然都是跟我同个品种的废物。这个发现非常的鼓舞人心，他对我们的打法十分具有指导意义。既然我们知道了对面只有钱包和瑞娜有战斗力，那我们只要限制住他俩的发挥，他们其他人自然而然就全部挥发了。找到了破局的关键后，这把游戏突然又变得轻松了起来。虽然我在牵制钱包的时候，发现钱包的操作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，比如我既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屁股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霓虹一个脚步都没露，他都能提前架住霓虹。但总体来看，整个局势对我们而言还是蒸蒸日上的。到了下半场，我们家盖克已经从中等马进化为上等马了。上等马盖克统治能力非常恐怖，在马桶盖的带领下，即便瑞娜打了3个，对面也根本拿不到胜利。11比5，只差1分就要赛点了。看到杰峰开局拿下了首杀，看到盖克开局再次将瑞娜俘虏，我明白我们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。虽然我的枪有点小马，但幸好我活着和死了本来也没区别。我一个下等马死后，场上还有霓虹和盖克大哥，2个上等马打1个上等马，这个残局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我的傻逼有点问题，但这点问题应该也不是问题。霓虹死后还有个盖克，他的位置非常神经，好像有点出大问题了。对面钱包上半场变异完1次后，到下半场疑似又启动后备隐藏能源了。对面的钱包不用瞄的吗？我在天上E呢，他给我追下来了。听到队友们对钱包的实力产生了质疑，虽然我也怀疑钱包有问题，但当看到盖克都把钱包手撕了时，我还是抱有些侥幸心理的。正常来说，我觉得这钱包应该不能是挂，毕竟他如果真是挂，我们怎么可能打到现在？依我看，他大概率只是枪法稍微准了点的普通玩家罢了。既然正面打不过他，那我们就绕后。刚好下半场还没绕过后，这把突然一绕，对面肯定是没有准备的。比比看谁第一个到位。情况好像真有点不妙了。如果说瑞娜的操作可能还有概率真是天赋与努力，那这个钱包的操作，我只感觉到了一股纯的科技。他的大狙非常快，甚至比瑞娜的还快。如果说刚刚瑞娜的大狙有1个师的火力，那钱包这狙已经都属于是有2个瑞娜的火力了。在钱包大狙连续几回合的暴力发挥下，不是这4秒狙我打不了。杰峰已经被打到彻底丧失斗志了。本来还是11比5的，但很多时候优势就像是胶枪里的胶，打着打着就没了。看着右上角大家一顿被刷屏的样子，我明白如果再没有人能站出来，那这把的游戏真的就要这样结束了。从11比5被翻到11比12，没有退路可言，即便局势再绝望，也必须奋力一战。哇，这狙真不正常呀！听到大伙已经陆续被钱包打到崩溃了，我明白这把带领队友翻盘的大旗已经扛在了我的肩上。明明都打出过整整6分的优势的，我绝不允许这把的胜利真的就这样被拱手相让。钱包虽然有问题，但有问题不代表这把真的就打不过了。听到钱包开局以为逼到没人，直接就传走了，我明白我的机会已经来了。他走的这么果断，肯定是以为逼到没人了。
可惜他不知道的是，B 道其实还有个神秘奶妈。他前脚刚走，我们后脚就来了。当他反应过来 B 道可能有人摸时，他的 B 点就已经被我们完全打不过，根本打不过。哎，开透了对面。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。从11比5打到现在，我们就像是被一张无形的大手控制了一般，每次都以为快要赢了，但每次都总会差那么一点点。打到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们队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上等马下等马。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在对面眼里，我们其实就是5只猪。而这近在咫尺的胜利，就像是挂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，表面离得很近，其实根本就吃不到。前期以为钱包是下等马，打到中期以为钱包是上等马，但到了最后才发现，钱包其实很有可能根本就没马。